大家好，我是大主，今天深夜录音。这期说一下片仔癀这家公司的优缺点。最近片仔癀这个公司出圈了。这个公司是一很厉害的药企，一粒药有3克，目前厂家卖一粒片仔癀能卖1500多块，比黄金还贵。而且就这大家还抢着买，因为片仔癀这家药企还推出了一个会员等级机制，近期只有会员有资格购买。这公司呢，17年股价28块，现在涨到450块了。其实在二级市场投资者中，片仔癀这家公司一直都挺火的。在30年前茅台卖8块钱一瓶的时候，片仔癀就卖10块了。最近媒体频繁报道是因为无论是药还是股票都暴涨得太厉害了，增速太快。包括持有贵州茅台2%股份的私募大佬也放过话，说片仔癀的股价未来很可能会超过茅台，等于说未来大 A 第一公司可能是这家中药企业。那为什么片仔癀偏偏今年增长那么多呢？这公司究竟有啥壁垒呢？未来又有啥坑？是稀缺性爆发呢，还是泡沫破裂的前奏呢？大家要是买片仔癀有多大概率被割呢？我会先说它的优势，再说它坑爹的地方。那很多人说这个企业根本没啥研发投入，没有竞争力，研发投入连续3年下降，现在研发才占营业收入的 1.5%。其实呢，反而说明这家公司壁垒极高，都不用投入就能赚钱。当我与不同年龄段的投资者交谈时我发现一般30岁以前的投资者都比较爱拥抱科技股，会对当下的科技概念有着绝对的自信。30到40岁的投资者呢，爱投资一些搞实业的股票。年龄再大的且比较成功的投资者，因为享受过复利的甜头，基本只爱投消费类的吃喝。国内现在人民币出海越来越严，总要搞一些概念来冲。下面我先解释一下为啥很多大资本对科技概念没兴趣，要去搞中药概念呢？他们是咋想的呢？谈到技术我永远先推荐大家去看 Gartner Group 公司每年推出的技术成熟度曲线。放在投资上，也就是炒作周期，技术炒作有媒体过度渲染的非理性增长期，当达到泡沫峰值、泡沫破裂时，就跌到了谷底，届时又会被媒体狂踩，最后才会稳步爬升，成为一个正常的产业。大家这里可以弹幕一下你记忆中的科技泡沫都有什么？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任何在我15到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说上面这句话的人是道格拉斯·亚当斯。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科技2个词换成风口。在看了很多案例后，我觉得人一生中最迷信科技风口的年龄应该是22到24岁之间，他们会对那些重研发的项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更资深的老投资者其实更喜欢的是几乎从来不做研发投入，但每年依旧稳健增长的企业。尤其是现在的经营方式与10年前甚至是30年前几乎完全相同的企业，因为这意味着这个企业不用做任何创新都能有很深的护城河。这个残酷的真相呢，包装的好听一点叫价值投资，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想法找到只需要躺，净利润也极高的垄断企业。这种企业还有一个特点，我用大白话说就是让极度稀缺深入人心，让原材料低成本的真相藏着掖着。比如大家都相信茅台酿造需要得天独厚的气候可很少有人关心原材料，就是本地的红缨子高粱，赤水河里的水，红缨子高粱想要多少可以挣多少，所以茅台毛利率常年90%以上。别看瓶子包装一般，原料成本瓶比酒贵，而且人家收的全是预付款，那只要喊一声明年这啤酒谁想要，你货都没给人家看的钱先打过来了。这说明公司谈判力极其强势。我明知这个模式未来50年依旧挣钱，何必要去创新，去找第2增长曲线呢？所以说句真实但不好听的话，靠投资推动社会进步与靠投资赚钱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今天的 AI 4小龙100年后大概率都不会存在了，但100年后很大的概率是大家喝酒还是喝茅台，剃须刀还用吉列，吃药吃同仁堂，可口可乐还靠那个配方卖遍整个非洲。所以直接或者间接掌握社会核心财富与资源的人，他喜欢这种稳定。那片仔癀的成本壁垒是哪来的呢？原材料上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秘密呢？我先讲一下在大众的认识上它的稀缺性，然后讲一些他可能不太想让大家知道的概念。大家都知道这药贵，主要是因为原材料用到了麝香，
麝香好多人都听过，但不见得知道它具体怎么来的。你看到的这个动物是林麝，是国家濒危珍贵的一级保护动物。雄性林麝下体有个香囊，长期会分泌一些干燥分泌物，就是我们常说的麝香。一头林麝一般一年也就产20多颗麝香。麝香供给主要来自人工养殖，一只林麝小幼崽合法购买得1万多块，饲料一天得2斤多，而且取它身上的麝香得需要有一定经验的人手工取，要不很容易把林麝的香囊给整坏了。这意味着未来机器干不了这活，没法像机械挤牛奶那样去挤麝香，所以人工成本一直都不低。另外，麝香每年用多少是必须经过相关林业部门批准的，是不是有稀缺那味儿了？我国目前只有片仔癀和云南白药属于保密期限为永久的国家级绝密配方。目前整个片仔癀公司也只有3个人知道片仔癀的处方和工艺，具体是哪3人也是保密的。这意味着片仔癀这个药只有片仔癀公司能做，而这家公司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属性应该能保证它继续拥有这个定价权。所以片仔癀能这么多年调价17次一直涨，而不是像感冒清热颗粒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各个厂都能做。当一款药很多药厂都能做的时候，大家就没有定价权。一些以研发为长板的药企每做一款新药都得想法在10年左右的专利保护期内收回成本。上面这些信息买片仔癀的有钱人都略知一二。这么多概念，黄牛炒家随便炒炒价格就上去了。配方保密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不必面临成分党产生的疑问，比如历史上东阿阿胶功效被黄牛恶意夸大，零售价从2001年的80元1公斤一路飙升到2019年的5996元1公斤。后来因为其成分被公开，权威媒体就可以根据其驴皮成分具体质疑一些真实的效果。但面对禁止公开的秘方如果难以有研究的目标，想分析也无从下手，那自然片仔癀也就有了永续经营的特点。最终药价能涨多高，我们也较难预测。你真说它现在贵吧，其他更贵的药多了去了。像去年 Zolgensma 这款药是治疗肌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一针药210万美金，一针1000多万人民币，可以5年分期付款。不过这药确实能治好。最重要的是多数片仔癀的购买者并不知道，一粒药虽然黄牛卖1000多，但一粒药中麝香在原材料中的比例仅仅只占3%左右。当然这个比例也不是检测出来的，应该是靠成本倒推出来的。原材料成本问题，我这里做另一个不幸的假设。假设一家奶制品公司开发了一种混合果奶产品，这个产品说使用了多种果奶，但其成分不可做披露。我会担心在更长的经营过程中，产品是否会为了优化成本结构，对原料做一些合理的微调。未公开的秘方与较长的保质期，也给黄牛们为疗效的可延续性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当更多人对其认知是也可以当保健品时，会更好炒作一点。因为治病病是否好转有明确的标准，而保健品则不需要有标准。片仔癀甚至也可以承担社会经济交往中的润滑剂这个作用，而且小小便血比黄金价值都高过去流行互相递好烟，一起喝好酒。随着老龄化到来，高龄人群渐渐重视健康，正好饭局喝完茅台，一人一小盒片仔癀护护肝。顺便来一句我是 VIP 客户，囤的还挺多，大家吃得惯，以后我次带。从赚钱角度看片仔癀还有一个优势。18年他们曾公开过部分人员的薪酬，公司负责药物研发的总工程师年薪38.83万元。这个总工程师当时已经在片仔癀搞了25年技术，同期的一些互联网大厂呢，可能一个干了3-4年的程序员就拿这数了。这说明这个公司不需要很高的人力成本或者智力成本就能运转，这个印钞机的操作难度不是那么高当然我当下并不认为短期的2-3年内片仔癀跟茅台有可比性，虽然它也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大家可以对比一下2020年两家公司的一些关键数据，毛利率、净利率、预收款上还是差了很大一截。所以现在片仔癀150多倍的市盈率太夸张了。刚聊这么多，我对这家公司的信息展现不是非黑即白我承认10年后片仔癀股价肯定比现在值钱，但是未来2-3年内回调1/3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即便是茅台这种超级大牛股，也曾在08年初的时候跌去了近40%，然后整整2年左右没涨回来。片仔癀则在13年回调了30%，也是2年左右都没涨回来。那在视频最后，我想再讨论一下的是，在当
当今这个时代，价值的评判是极其割裂的。片仔癀虽然是非处方药，但也不能当保健品来超剂量吃。中医医生、西医医生都讲究不要滥用药物，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观念啊，很多人就是拒绝接受。我们原以为可能会很快更新的观念，可能更新速度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快。这个原因是国内在生物科学教育上和科普教育上做的不太够。因为后来有一天啊，很偶然我得知1990年到1995年间啊，其实高考是取消了生物考试的。那意味着即便是当时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人群啊，也有整整5年，整整5届人在基础生物教育上是接近完全真空的。然后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们的教育是在44年间一路飞奔过来的。从大多数人来说，有社会经验的人缺一些科学素养，有科学素养的人缺一些社会经验。想明白这个，我反而能理解更多人了。未来10年会产生一个多么有趣的社会结构啊！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吧。这一期我倒是也想问问大家，是怎么看片仔癀这家所谓赚钱的公司的呢？